此处叶片已经发黑，行凶人定是在此处站了许久，才会把叶片踩成这般模样。他若藏身于此，叶间是绝技发现不了的。他若要从背后拖住八姨娘，柳氏应在那个位置。这里枝叶繁茂，凶手现身时很难不发出声响。柳氏身在此处，听见背后传来异响，定会回头。凶手很难从背后一击得手，除非柳氏认识此人，才没有惊叫出声。又或者，行凶人对他说了什么，让他不敢或不愿面对，行凶人才能从容地走至他身后出手。民女多有失态，还请殿下恕罪。既你我相称，今后就不必改了。这不……世子殿下，九娘子，小的在初检的时候，发现死者身上有些许古怪，小的不敢擅断，还请九娘子随我一同前去验看一下。有何古怪？回世子殿下，死者似是染了杨梅疮。徐鹤，如此明显的症状，你为何不敢确定就是杨梅疮？回九娘子，小的想着，她不是秦府的姨娘吗？没道理染上这种病，小的不敢妄言。身为仵作，你眼里应只有在死者身上看到的一切，无论死者身份如何，都与勘验无关。仵作虽属建议，但却不可存了自轻自贱之心，心存大义，方可眼中灼然。小的记住了。再来啊！上。柳氏既得了杨梅疮，可还能与人？柳氏发病已经2个月。我看大伙儿都来了，差这么些？哎，停一停，停一停，停一停！殿下，那秦老夫人也不听下官的，非要在家庙里面哭祖宗。你说她年事已高，这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咱没法跟钟永侯交代呀。要不咱们先停一停？霍知府，钟永侯若要问责，我自会担待。但你是荆州府知府，若你任内徇私刑狱不理，那就别怪我这个提刑按察使不讲情面。殿下息怒，殿下息怒，下官再也不敢了。以后再也不敢有一丝慢怠，一定做好殿下马前卒。继续呀！停什么停啊？下一个。这左也不能得罪，右也不能得罪，当个官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哎，世子殿下。看来不必查到主子，便能见分晓了。嫂嫂根本没有按时吃我开的药吧？九妹妹，不是我不肯吃药，是因为吃药被人动了手脚。可你大哥总说我胡思乱想，我也是没有办法才……
这药中怎会多了一道麝香？九娘子，救救我们少夫人吧！这药虽是院里小厨房熬的，但我们少夫人吃了不舒服，我就偷偷藏了点药渣。可是大公子不信少夫人的话，也不肯费心去查，少夫人只好暗中把药给停了。你为何不去告诉三婶？少夫人不让，怕闹大了，让大公子脸上不好看。嫂嫂莫要再糊涂了，你的身子已经经不住再次失针，若再不吃药，你和孩子都难保平安。我要真糊涂就好了。九妹妹，以后你嫁人千万莫嫁自己倾心之人。没有，九娘子，大公子对其他女子向来是不假辞色，身边只有少夫人一人，与少夫人向来是相敬如宾的。相敬如宾，连我的陪嫁丫头都如此看，难怪她总说我胡思乱想。但我是她的枕边人，她心里有没有别人，我最清楚。嫂嫂若把她的心意看得比自己和孩子的命都重，我也无计可施。但我敢肯定的是，若你因此伤了自己和孩子，大哥非但不会更看重你，反而会越发生分，就连老夫人和三夫人也会心生怨怼。我能医病，但医不了心，有些事还是要嫂嫂自己想清楚才是。这院子里不干净，我会把药做成药丸送过来。嫂嫂，女子立身不易，若你都不爱惜自己，又岂能让别人爱惜你呢？九妹妹，新兰身子如何了？大哥刚才又去了哪里？祖母刚才哭着去了家庙，我时时放心不下，只好陪同。嫂嫂险些母子不保，大哥却不在身边。大哥果真是大大的孝子啊！我时时分身乏术。祖母在这秦府有三叔，有婶娘，还有孙子孙女。嫂嫂在这秦府却只有大哥这一个夫君。大哥若再不把自己妻儿放在心上，请恕小妹也无回天之力。新兰，刚刚可是跟你说了些什么？没有。九妹妹放心吧，今后我定会多多陪她。九娘子，九娘子，不好了，老夫人晕倒了。祖母只是一时气血上涌，并无大碍，休养几日即可。祖母都晕过去了，还并无大碍，连药方都不开，你眼里还有祖母吗？是药三分毒，祖母上了年纪，还是少吃药为好。九妹妹，那个凶手抓到了吗？没有。九姐儿，你一直跟着他们，到底查出什么了？为何非要咱们何府的男人？你得罪了秦府上下，怎么还会有热茶点心招待？有白风这个贪嘴的，少不了吃喝。不是要商量案情，怎么选这个地方，就不怕被人偷听了去？此地空旷，没有人能在我眼皮子底下藏匿行踪。请坐。辛苦了一夜，可有什么收获？没有找到刘纯，不过我已命人全城搜捕，但也不是一无所获。秦三老爷也患有杨梅疮，秦府下人们说发病已有20日左右，与他之前称病不出的日子对得上。死者是三老爷的姨娘，传给他倒也是正常。还有一人，
秦丽，正是。他的病和死者无关。你为何会如此信他？他的病是我治的。八姨娘身上的病，已用市井土方压制过多次。若二人真有关联，秦丽不可能从未用过药。况且，八姨娘的病程比秦丽久得多。秦丽染病时，八姨娘身上已难掩疮溃。她一个混迹于花楼四窑的纨绔，又怎会色令智昏到以身犯险？这府中上下，皆知我在帮殿下办案。她若真是奸夫，又怎会屡次求我救命？那若要这么说起来，就只剩下刘春了。那方手帕的确是刘春之物，秦府的下人们也说，自点卯之后，就再未见到过刘春。霍怀信怀疑是因为柳氏将病传给了三老爷，刘春害怕私情暴露，便杀掉了刘氏，畏罪潜逃。可他若为了遮掩私情，为何不掩藏死者尸身，反而留下一块手帕？只要验尸，死者的病情必会暴露，他肯定逃脱不掉通奸的罪名。杀了柳氏又有何用？除非是有人栽赃，凶手另有其人。对，若真如此，刘春只怕危险。凶手竟能拿到刘春的手帕，定是刘春熟人。若要栽赃于他，岂能留下活口？必须尽快找到刘春。封锁所有路口，全城搜捕刘春。是。来过来。好。入了秋真是越来越冷了，要不是八姨娘出了那事儿，这会儿哪还用在这喝冷风啊？去！白天不说人，晚上不说鬼，大半夜的别胡说八道。鬼呀！大人，还是没有消息。殿下，这城里城外都搜遍了，这刘春就算是有翅膀，他也得有个影儿啊。那就整队再搜秦府。哎，殿下，这秦府能藏人的地方都查了，那霍知府此番就要查查那些不能藏人的地方。那就是主子，秦府的紫竹林闹鬼了。闹鬼？殿下，属下暂未有任何发现。诸位都已经探查过了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你们若是在信口雌黄，就全都拉去官府问话。大公子，小的们哪敢胡说啊！小的们刚才真的是亲眼看见的鬼火呀！是啊，那女鬼的哭声听得真真的。还是个女鬼，看来颇有来历啊。世子殿下，这下人们的闲话不可信呐。若是不可信，这紫竹林如此繁茂，府上为何还会封禁啊？在下和二弟，又是曾掉入过那里的井中。祖母爱孙心切，于是命人用镇妖石把那口井封了起来。主子，九娘子到了。殿下，九妹妹乃是未出阁的女子，行事多有不便，还是由在下随侍左右吧。一事不烦二主。九娘子既已来了，便再辛苦一番吧。遵命。这石板应该就是封井用的镇妖石。
看苔藓的长势，这石板应是刚被移开不久。此处是秦府的禁地，谁会闲来无事将这镇妖石给移开？此处有蹬踏的痕迹，有人应在此激烈挣扎过。海峰，下去看看。是。井下有个死人，把绳子扔下来！快，叫人把架子搭起来。九娘子，徐和尚在驿中，劳烦您先做初检。你可想清楚了？若在此初检，你善勘验之事就瞒不住了。无妨，是时候让他们知道我的本事了。霍大人，请不要让闲杂人等打扰。齐不得，守住紫竹林入口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是。那按老规矩，你说，我记。大人，拉上来了，拉上来了！慢点，慢点！来人啊，快，放这儿！轻点，轻点儿，不要破坏了尸体身上的证据。果然是刘纯。你怎么能任那燕池闯进紫竹林？你怎么不跟他闹？你告诉他，他要是硬闯的话，你就死在他面前。老夫人消消气，走开！都怪孙儿无能，祖母莫要气坏了身子。母亲息怒，那瑞王世子身份尊贵，咱们家琛儿一介白身。